没有应该结婚的年纪，只有应该结婚的爱情。最主要，自己活得开心就好。嗨，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Mandarin Ng。话说，无意间我在网络上发现一则消息，有一位正在筹备婚礼的女生发觉，婚礼的开销实在太过庞大了，没理由让男朋友一个人承担，于是她决定帮着未来老公承担婚礼的一半开销。而这个消息给女方的家长听到之后，她的父母就决定把原本的18888的聘金提高到3万块钱马币。而对于这样的举动作为女儿的发表了其中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欣赏。传统的嫁和娶竟然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在用，搞得他自己好像物品这样拿来卖。无论是迎亲或是出嫁，这只不过是婚礼仪式中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这绝对不是一场买卖或交易呀。于是呢，就让我联想到之前看过的一则贴文，是关于在马来西亚结一场婚开销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一个预算案。也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庞大数字，导致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都觉得婚礼筹备的开销绝对不可能让未来老公一个人承担。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马来西亚结婚开销预算。先讲明今天这个影片的预算只是一个大概，并不是一个标准数字。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在结婚之前过大礼你所需要的开销大概是多少呢？聘金1万块马币。老实说，马币1万块在这个货币贬值的年代真的不算多。因为前几年我在新加坡拍摄马来婚礼的时候，马来同胞的聘金是1万块新币，少的有8000块新币，多的还看过12000新币。不过呢，大致上看到的都是1万块新币。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能力，这的确不能够相提并论所以呢，聘金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有些女方家长只要求8000块，毕竟1万块的聘金也不是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能够承担。不过1万块你也不用太担心啦，女方会要求1万块的聘金，她还要回礼的吗？我有听过女方回礼8000块，也有听过回礼800块。毕竟他不是在卖女儿，他是在收聘金。换句话说，你这个1万块的聘金也不是180%花出去啦。接着呢，喜饼500块马币，嫁妆用品2000块，而另外一样烧猪1600块的烧猪一只。烧猪有些部分地区和都市人士已经不想要用烧猪了，所以呢，就会用猪脚罐头来取代烧猪。不过呢，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女方可以要求烧猪或者猪脚罐，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女方不能够要求男方送出烧猪。如果你的婚礼仪式必须100%的根据华人传统习俗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一整只烧猪在古时候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呢，只有大富大贵的大户人家才买得起烧猪。而当然要得起烧猪的女方人家一定是认为我有资格开出这个条件，那是因为他的女儿是足不出户的黄花闺女黄花闺女，讲人话就是她是个处女。而猪脚罐我相信就不用1600块那么多了。不过呢，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把这个1600块保留在这个名单里面来作为预算。所以呢，总结以上4样物品：聘金、烧猪、喜饼和嫁妆，这4样加起来则是14100。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项，求婚和结婚的戒指。求婚戒指8000块，结婚戒指同样保留这个保守估计也是8000块，两个加起来16000块。对，没算错。不过求婚戒指和结婚戒指的差别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听很多的女性顾客告诉我的一个原理求婚价钱等于你的诚意，因为那是你的钱嘛。而结婚不一样咯，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所以呢，结婚能省则省，省下来的那1000块还可以用来买家具或是房子装修听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嘞。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项目。ROM Register of Marriage 注册仪式所需要的开销：1. 注册费200块马币；2. 注册需要用到的手捧花马币50块，加起来250。老实说，
注册250的开销还真的是有一点少，因为这个估算名单里面并没有包括注册穿的小礼服，以及注册的化妆费，还有注册拍照摄影的费用。OK， 说到拍照，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Pre-Wedding Photoshoot 婚纱摄影。首先，婚纱配套，当然有高的也有低的，所以呢，我们拿一个中间的价格，5000块马币。5000块婚纱摄影配套有包括哪一些内容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以呢 skip 掉，你只要知道一个5000块就可以了。而我这边的婚纱摄影配套不需要5000块那么贵，所以如果你要拍婚纱照，可以来找我。然后接着呢，拍照的时候，新娘需要做 manicure， 150块，150块做得到啊。新娘 manicure 150块，你觉得便宜还是贵呢？我没有做过 manicure，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正在观看影片的女性朋友，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女生做一个 manicure 拍照需要150块吗？还有新娘的 new bra 100块，新娘的高跟鞋300块，新郎 tuxedo shirt 200块，新郎的皮鞋也是马币200块。这6样东西加起来马币5950。不过呢，这6样东西里面有其中4样，你结婚当天还会重复使用，那就是 new bra 高跟鞋、tuxedo shirt 皮鞋。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进入结婚的前一天 ，wedding eve。男方家自助餐马币6000，女方家的自助餐开销5000块。不要问我为什么女方家会少1000块，可能他女方家的人数比较少吧。但不管怎样都好，6000和5000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婚礼前一天的自助餐开销是11000块。接下来进入关键的一天，婚礼当天 actual wedding day。首先第一样，新娘化妆1500块。这一点，我是感到有一点被吓到，并不是因为1500块贵或是便宜，而是刚才那个5000块的婚纱摄影配套不是应该包括吗？没有包括點解哈 ？OK， 不管，我们看下一个项目，婚礼摄影3500块。婚礼摄影这里指的就是结婚当天拍照和录影的服务是3500块，这个差不多，有更贵的，也有更低的，当然不同价格不同的服务项目啦。新娘的 manicure 300块马币，刚才 pre-wedding 拍照的部分 manicure 只花了150块。结婚当天 actually 竟然要300块，300块的 manicure 比刚才 pre-wedding 的 manicure 贵了1倍耶！那个指甲做了什么特别的功效出来？为什么会多了1倍？正在观看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已婚女性，请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做一个新娘的 manicure 需要300块，是太贵还是太便宜呢？然后呢，新娘的手捧花300块。这个也是奇怪的，那个5000块的 pre-wedding 配套不是有包括咯？所以刚才那个5000块的配套是没有包括结婚当天的化妆，也没有包括结婚当天的手花。如果婚纱摄影配套没有包括的话，而你自己需要去外面买花，你也不用买300块钱的花。我知道很多人很在意面子，所以呢，他们就会去买真花，而且买的越夸张越好。然后呢，在迎亲结束之后呢，那个花就用不到了嘞。所以呢，为什么你要花到300块去买一束手花 ？OK fine， 我们继续看，伴郎的红包128，伴娘的红包也是128，这个绝对不能省，毕竟伴郎和伴娘他们都在你的婚礼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多重要呢？点击影片右上角的链接查看。好，然后下一个，兄弟姐妹团的红包300块。如果你的兄弟团和姐妹团加起来是3个人的话，那就是1人100块。如果你的兄弟团有5个人，姐妹团也有5个人，加起来10个，那就是1人30块钱红包。不过这个红包我在婚礼当天看到的都是父母给的嘞，我是没有看到新人有给红包，他们都是看到家长给的。私底下新人有没有给，这个我就不清楚。OK， 下一个，开车门红包88块，差不多。开车门红包指的就是
早上新郎哥到新娘家迎亲的时候，新娘的弟弟开车门迎接新郎哥的那个开车门红包，然后姐妹开门红包388，指的就是迎亲游戏那个环节最后的一个关卡，要开门给新郎哥进来的红包，中间游戏的那些小红包不算，最后的一个红包388，其实真的不算多了，因为我还看过888的。好，下一个敬茶红包，马币500块。这个敬茶红包指的就是新人包给同辈或是晚辈的红包，500，有那么多吗？如果一个人28块，10个人280，男方加女方280加280，560，差不多。除非你的亲友兄弟姐妹超出10个人，不要忘记这个敬茶并不是只有你发红包你那些长辈亲戚也发了很多红包给你耶，所以这500块还真的是挺小的一个数字。所以如果从亲戚长辈敬茶那边的红包钱扣除500块的话，我相信你还剩蛮多的嘛。所以呢，总结以上，结婚当天的开销全部加起来，各位观众，7132马币。刷完了白天的婚礼迎娶仪式的开销，我们接下来更重本的了，那就是婚礼晚宴。聘金烧猪喜饼，聘金烧猪喜饼